Hello，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公寓的网络规划。这间屋子室内坪数有 26.71 坪，格局是3房2厅2卫浴。建商规划的弱电箱是摆在外面阳台，箱子的长宽是50×35。10公分左右的深度，已经预先拉好的4条网路线，个别到客厅、主卧、次卧和书房。初期预计的需求，在有线网路的部分是客厅的 Apple TV 和摄影机，无线的部分应该会有20个左右的设备。平常主要用量应该在 Netflix 和视讯，其他使用都不会占用到太大的频宽。外网会选择中华电信光世代的100下载、40上传，因为房屋没有打算再做任何装潢，也希望不要占用太多室内空间，但弱电箱的尺寸又太小，设备在里头散热不足，挂外面又是风吹雨打，所以决定在弱电箱旁边放一个 12U 的小机柜。这咖是自己 DIY 的 IKEA 机柜，若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参考影片 DIY 的过程。在开始动手跳坑狂买之前， Unify 官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设计工具 Unify Design Center， 先上传房屋的平面图，设定好屋顶高度和比例尺。工具里头可以选的墙面材质虽然有限，但大致上砖墙、水泥墙、金属材质可以使用 Outer Wall， 这类材质会大幅减少讯号的强度。若是轻隔间、木头的材质，可以选择 Inner Wall， 讯号衰减的会比较小。再来就是玻璃、屏风类的格栅，可以选 Divider 来画。依据现场绘制好你的平面图后，开始把你想要的路由器、防火墙、交换机、无线基地台 Access Point 摆上去。到右下角的 Coverage 选择 2.4G 或 5G 频道来看一下覆盖范围。目标希望活动频繁的区块 5G 的 RSSI 能够在负71 dBm 以内， 2.4G 则是在负65 dBm 以内。其他次卧、书房若未来觉得讯号不够，会再补上 AP。 原先建商预埋的实体网路线到每个房间都只有1条，所以我决定自己用拉线器再补2条到客厅，其他的主卧房、次卧和书房则是再各补1条。自己拉网路线走暗管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未来房间里头要扩增设备时还要找电源，挂上交换机占空间，而且结构化布线统一管理，可以避免增加过多的节点，减少除错的困扰。通拉线器的时候可以使用拉线润滑膏，抽拉线会顺畅很多。在缠绕电火布的时候，一定要加强拉线器线头与网路线的强度，否则断在暗管中就得重新拉线，前功尽弃。天花板的线路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存，网路线一路从工作阳台到客厅，碰到2个梁柱。我走空调冷气的管线，在厨房上没有维修孔的地方，就只能拆开砍灯，把手伸进去碰运气。影片中因为刚好网路线拉完，只剩下极细网路线，建议还是要挑选耐用有挡头的，毕竟线路穿好就不会轻易再更换。极细线路在管中凹折也会影响讯号的品质。拉线器与网路线要粘贴整齐，减少凹凸不平，否则容易卡到管路的接合处。穿出管的线路也记得最前端的10公分剪掉，以保障线路的品质。如果遇到暗管中卡石头、水泥块堵住，线路完全没办法动，基本上就没辙，只能请专业人士用高压2氧化碳气体来通管了。
线路都拉好后 ，RJ45 的接头我是用 568B 的接法，再统一压上 Panasonic Cat6 的资讯座。最后记得要使用测线器确认线路都有通，才能安心的把资讯座锁回去。再来看一下 Unify 设备，柜子里头装上 Patch Panel 的好处是让你可以快速随心所欲的调整或新增网路拓扑。UDN 是路由器防火墙交换机多合一 ，Unify OS 中除了内建的网路 Network， 还包含摄影监控 Protect、门禁管制 Access 跟电话系统 Talk。自从家中升级到了 UDN Pro 后，其他朋友除非有便宜的二手设备可以捡，如果有网络与监控的需求，我都会推荐 UDN Pro 一次到位。再来是这台管理型的交换机 US8 PoE 150瓦的型号。屋子需要 PoE 供电的设备不多，只有 UAP-AC-LR 和 G3 Flex。若房间未来讯号不够，会再考虑补上 U6 Lite。连接外网到 UDN Pro 后，打开浏览器，输入 192.168.1.1， 就会自动进入设定页面。据我的了解 ，Unify 的设备是不能在没有连上网络的状态做初始化，所以必须等外网开通后才可以着手安装设定。若需要比较高安全性的朋友，可以在设定完成后取消掉 Ubiquiti Cloud Account， 平常的管理都透过 VPN 用本地端账号，但我自己目前没有搞得那么复杂，所以就只有开启 2FA 做双重验证来达到基本的资讯安全。回到设定页面，登入 UI 账号后，开始测试网络速度，已经连接上的网络设备都会自动侦测。按下接管更新，设备就能成功开始运行了。Protect 的部分也是自动侦测到 G3 Flex， 按下接管后就会显示在设备清单中。硬体设备都准备好后，来看一下网段的设定。平常需要上网的手机、笔电、平板都会连上 LAN 的网段里头，这边设定 192.168.20.1/24。按下储存设定后，页面需要重新导向，确定电脑取得新位置后，只要在浏览器上输入 192.168.20.1 就会找到 UDN Pro 了。再来回到设定页面，新增 IoT 的网段，设备像是智慧电灯、插座、开关、扫地机器人就会放在 192.168.30.1/24。再来分别建立2个网段独立的 SSID， 系统有限制密码长度，建议选择一组强而有力的密码。这8个进阶选项可能只需要勾选 Multicast Enhancement， 其他的部分都可以先不用管它。再来设定 IoT 的网段，在 Network 选择先前已经建立好的 OneMind IoT 网段。目前 IoT 设备大部分都是走 2.4G 的频段，所以我直接将 5G 关闭。再来看一下防火墙的设定，既然都买到 UDN Pro 的等级 IPS、IDS 我都会开好开满。两者的差异在于 IPS 是主动出击，只要侦测到侵入就会自动中断、调整或隔离威胁。IDS 就是入侵的监控，只会侦测但不会做出防卫的动作。开启这2个设定在效能上的影响是完全一样。在防火墙的规则上，因为每个人家中的设备不尽相同，可能设定上会有些许的差异。在网络安全的大原则下 Zero Trust， 我们应该阻挡设备之间的沟通，只开启设备需求的最低权限，然后透过 VLAN 的分割来降低被入侵区块火势乱窜的风险。理论上切得越细越安全，但实务上也让自己管理起来更麻烦。来看一下示意图，这是我自己粗浅的分类。我把 Apple TV、HomePod Mini 这些设备都视为手机、平板，因为它们本身的安全性基本上与 iPhone 同样等级。游戏主机 PS、Xbox 平常的运作若不需要连线到其他的装置，也可以独立自己的 VLAN。概念上是不希望 IoT 的装置能够进入到我们平常有敏感设备的 LAN 网段。
但设备还是要透过 LAN 网段里的手机、平板、中枢来连线控制。这时就必须要建立防火墙的规则来达成这个目标。UniFi 防火墙规则都是由上而下的顺序来执行，阻挡的规则可以定的比较通用性一点，但是接受的规则要越精准明确越好。第一条规则是允许已经建立连线的设备能互相沟通，第二条规则是阻挡所有私人 VLAN 之间的沟通，第三条规则是阻挡 IoT 连接到其他 Gateway。在 UniFi 的预设规则中 ，VLAN 之间是可以互相沟通的。防火墙不只着重于抵挡外来的入侵，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来自于各厂家的智能家居设备，无法保证哪一个设备会突然变成木马屠城。屋子里头的 2.4G 频道可以使用 RF 扫描来选择一个相对干净的频谱，但我自己都是直接选择自动。UniFi 会挑选干扰最少的频段来使用 ，Minimum RSSI 要依据个人的环境来设定，低于-73 dBm 后速度大概不到1成，建议剔除换成 2.4G 的频道。2.4G 我目前是设定在-67 dBm， 低于这个数字就用手机的 4G 网路了。最后来测试一下网路的讯号强度、传输量和稳定度。我使用 iPhone XS Max， 用 Ubiquiti 的 Wi-Fi Man App， 可以看到在阳台、客厅、餐厅、厨房这些位置，基本上都能保持在-50 dBm 以内的强度，都能达到中华电信的100下载、40上传满速。来到工作阳台后，会切换到 2.4G， 讯号就会掉超过-75 dBm。平常 5G 切换到 2.4G 的速度大概要30秒至1分钟。客卫、主卧卫浴、次卧室的讯号 2.4G 都还能保持在-65 dBm 左右，35 Mbps 的速度，可以满足一般轻度的使用。但目前在边边角角的位置都还没有开始安装任何 IoT 的设备，需不需要在未来补强讯号，还需要再慢慢观察。那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长的影片还可以看到最后，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指导，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感谢。